在里约热内卢的热浪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峰会即将登场。这原本应该是一场由习近平亲自出席、操盘全局的国际秀场，却在峰会倒数之际爆出震撼变动：习近平不来了。顶上位置的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一位原本只在经济领域担任执行角色的技术官僚，如今却被推上了国际 C 位，站在了摄影机的正中央。习近平为何缺席？李强为何不位？这不只是一次外交上的人事调动，而是一场牵动中共高层权力版图的微妙转向。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健康亮红灯的信号，也有人说这是李强悄悄踏入权力核心的历史瞬间。接班局是不是已经悄悄开打？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7月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应邀于7月5日至8日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应埃及总理马德布利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7月9日至10日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金砖国家自印尼等新成员加入后的首次峰会，会议主题为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公平发展与安全，旨在推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金砖国家如今涵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和印尼，人口占全球近一半。2024年 GDP 占比达 35.7%， 被北京和莫斯科视为制衡西方的重要平台。然而，这次峰会的焦点并不是会议议题，而是习近平的缺席。作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核心推手，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从未缺席过金砖峰会，甚至将其视为展示中共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舞台。2024年10月，他还在俄罗斯喀山第16次金砖峰会时，亲自推动喀山宣言和金砖支付系统的发布，试图强化金砖集团的金融影响力。此次却突然缺席，虽然理由是日程冲突，以及过去1年内与巴西总统卢拉已有过2次会晤，2024年11月 G20 峰会和2025年5月中拉论坛，但更深层的猜测则指向中南海内部的权力动态。李强在国际舞台上的频繁亮相，恰逢中南海权斗传闻甚嚣尘上之际。去年中共3中全会以来，关于习近平健康出现问题、军权松动，以及中共4中全会即将发生大变局的传言层出不穷。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5月6号的自媒体爆料称，中共元老们对习近平的统治已忍无可忍，正在集体逼宫，要求其交出权力，甚至可能在2027年中共21大前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传闻中的新人事布局包括丁薛祥接任中共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任总理，李强转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共副总理张国清接任常务副总理。不过也有传言说，李强将接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这些传言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其密集程度已足以显示中共高层内斗的激烈。尤其在去年7月中共3中全会后，习近平的公开露面频率减少，健康问题的传闻开始发酵。与此同时，李强的地位似乎在悄然提升。2024年10月，他出访越南时，享受了与习近平相近的国事访问待遇，与越南达成国防、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合作共识，远超总理职权范围。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象征性场合的变化。5月16号，中共召开第7次全国自强模范及助产先进表彰大会，习近平未亲自会见代表，而是由李强代为出面。此类场合过去一直是习近平展示亲民形象的舞台，如今却交由李强演主角，引发外界对习近平健康或权力重心转移的猜测。此外，2024年9月以来，中共经济政策出现大规模刺激计划。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杜文认为，这表明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遭受挫败，开始倚重李强。中共国务院
正式进入李强时刻。李强的崛起引发了学者与观察人士的热议。中华经济研究院辅佐研究员廖明辉在分析中指出，李强以沉潜、服从、低调的姿态，逐步在习近平身边建立信任空间。习近平在第3任期年事渐高，领导风格从亲力亲为转向授权管理，对政策细节越发依赖心腹。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托马斯在中餐馆发表的文章《李强的悄悄崛起》中梳理，习近平时代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频率自2024年8月以来大幅下降，显示习有意下放经济政策操作权限。李强则通过强调创新驱动和扩大有效需求，为中国经济定调，展现出与习近平意识形态叙事不同的务实风格。廖明辉认为，李强的政治命运仍取决于习近平的态度。在蔡奇等其亲信的竞争下，李强的崛起可能只是习近平维持权力平衡的策略。若2027年中共21大后李强退休，则表明其角色仅限于行政授权；若习近平破例保留其职位，则李强可能更接近权力核心，甚至成为接班的潜在人选。不过，美国欧道明大学讲座教授李绍民则认为，李强只是习近平的背锅侠而已。他在 The News Lens 中撰文表示，习近平让李强搞经济，并不能说明李强的地位在提升，因为他只是在执行习近平的想法。如果经济没搞好或风向转变，李强很可能成为牺牲品。他断言，将李强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说法大谬不然，因为在习近平的权力逻辑中，李强仅是被选中的执行者，而非真正的权力继承者。不过，李强也有可能将计就计，开启自己的小时代。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表示，习近平正面临经济困境，可能效仿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后让出主事权，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然而，毛泽东在危机过后迅速整肃刘邓，而习近平未必能如毛泽东般收回权力。王军涛认为，李强并非刘少奇式的忠诚执行者，他与浙江新军的关系复杂，这些人可能在关键时刻转向支持李强，而非为习近平卖命。军队内部派系的人心浮动，也为李强的独立路线提供了可能。到底是习近平刻意放权，试图通过李强缓解经济困境，还是李强在沉潜多年后终于抓住机会走出自己的路线？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棋局中，李强究竟是习近平手中的一枚棋子，还是正在觊觎接班的潜在玩家？李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悬念，或许四中全会将揭开答案，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